瑞秋很清楚破清会对网络关键词的全面捕捉，更清楚只要叶晨发布消息，自己全家必将被破清会灭门，所以他立刻就意识到叶晨跟自己见面，并且在史蒂夫和罗伯特走之后才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一定是因为自己对他还有利用价值，这对自己来说就是无数坏消息中唯一的好消息，这让自己和家人从必死变成了可能死。说直白点，背叛破清会，如果隐藏得好，不会立刻就死，甚至不一定会死，但身份一旦泄露，就必须死。哪怕自己现在就想办法向左军都督府汇报，直接告诉都督府这里有人识破了自己的身份，请求左军都督府帮忙，同时也表明自己的忠心。左军都督府也不会留自己生路，他们只会把知道实情的人以及泄露身份的书生一起杀掉。所以从这一刻起，瑞秋盖蒂就已经做出了决定，无论叶晨要做什么，只要他能暂时不曝光自己的身份，自己都愿意听他吩咐。叶晨见他这么识相，微微一笑，说：跟聪明人交流就是省事，盖蒂小姐，我需要你把和破清会有关的所有情况都告诉我，包括你自己家的情况，以及你能接触到的破清会成员。我要事无巨细，只要你好好配合，我就不会曝光你的身份。瑞秋盖蒂立刻不假思索地点头说道：没问题，陈先生，无论你有任何问题，我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叶晨问他：你的家族现阶段和你一样大的书生有多少？瑞秋说：一共有26人，不过他们不都是盖蒂家族的，有些是我姨妈和舅舅家的孩子。叶晨又问：他们都在什么地方，或者已经渗透到了哪些家族？瑞秋想了想，解释道：年纪小的现在基本都还在读书，除了几个大学生之外，真正成家的现阶段只有5、6个，不过他们大都在一些美利坚的2线家族，顶尖家族目前还没有成功者。叶晨点点头，道：那你现在应该算是你们家族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了吧？瑞秋如实说道：是的，陈先生，我母亲和她的姐妹当年就一直在试图渗透到美利坚的上流社会，但真正能算是成功的只有我的母亲。盖蒂家族算是我母系这一脉目前渗透到的最高家族了。如果我能嫁给罗伯特的话，对我们家族，对整个破清会都是创造历史。在这之前，书生渗透的最强家族应该就是美利坚的华人家族安家，不过那些书生都暴露了，也宣告了安家渗透计划的失败。叶晨点点头，又问他：据你所知，现在破清会书生渗透到的最强家族是哪一个？瑞秋摇摇头，诚恳地说：不好意思，陈先生，这个我不清楚，每个书生家族都是独立的，破清会不会让我们知道其他家族的情况？只有当其他家族出事之后，我们才会收到内部通报。就像安家，我们从来不知道安家也有书生，而是还是2个，收到内部通报的时候我们都很震惊。叶晨问他：内部通报是怎么说的？瑞秋回忆道：内部通报就是告诉我们，有2个卧底在安家的书生暴露，这2个书生家族已经被组织抹除，希望我们引以为戒，绝不可暴露身份。叶晨惊讶地说：已经灭门了？是。瑞秋点点头，道：这种事组织向来不会手软，无论是谁暴露身份，都会连累全家族的人陪葬。叶晨笑着说道：吴飞燕的手段还真是够狠的。瑞秋的眼神惊骇不已，他没想到叶晨不但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破清会，甚至还知道英主的名字。英主的名字向来是最高机密，绝大多数破清会的成员甚至中层根本不知道英主姓谁名谁，也不知道英主是男是女。
甚至英主对外发号施令的时候，都用了变声器难分雌雄。他凑巧知道吴飞燕这3个字，还是源于他姥姥的妹妹在年轻的时候与左军都督府一脉的吴家人有私情，从吴家人的枕边听说了吴飞燕这3个字，知道了吴飞燕的故事。否则的话，就算叶晨说出吴飞燕这3个字，他也只会一头雾水。叶晨看出瑞秋的惊骇，微笑着说，你不用这么惊讶，我虽然没见过吴飞燕，但我知道他已经活了400多年，是破清会的创始人，也是唯一的领导者。瑞秋惊魂未定地看着叶晨，说，陈先生，您对破清会的了解可能比我还多。叶晨摆摆手，淡淡道，你也不用这么谦虚，我了解的只不过就是吴飞燕的身世，对左军都督府的情况，我一无所知。我让史蒂夫邀请你来，就是想跟你打听一些关于左军都督府的情况。瑞秋抿了抿唇，尴尬道，不瞒您说，左军都督府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书生毕竟是一个被排除在核心圈的架构，我们这些书生就是他们丢出来散落各地的卫星，他们知道我们的一切，但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叶晨问他，左军都督府的人会跟你们直接接触吗？瑞秋摇了摇头，不会，起码不会跟我有什么接触，最多也就是遇到重大事件或者紧急事件，左军都督府会派出佥事过来宣告指示，而且对方身手了得，来去无踪，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更不知对方从哪里来，去向哪里。佥事，叶晨眉毛一挑，不自觉想起了宋如玉。宋如玉当初就是右军都督府的佥事，在都督府内应该也算是中高管理层了。于是叶晨问瑞秋，你见过都督府的佥事吗？瑞秋如实说道，见过一次。叶晨又问，那次佥事因为什么过来？瑞秋道，那次是因为左军都督府有一个与石油有关的业务，都督府希望我的母亲能帮忙牵线盖地家族。生意上的事，叶晨心中疑惑，忍不住道，破清会应该没有这么唐突吧？他们让你母亲牵线，和你父亲的家族做生意，那不等于把自己的企业都暴露了吗？瑞秋解释道，那次的事情比较特殊，左军都督府在美利坚的页岩油田有一批原油，想通过盖地家族的渠道来进行销售，而且指明了不对公，要把那批原油混入盖地家族的库存里，由盖地家族一起销售，再由盖地家族完税之后，用现金给左军都督府的对接人结算，总金额大概将近1亿美金。叶晨眉头微蹙，片刻后舒展开来，对林婉儿笑道，看来左军都督府的人也有自己的私心。林婉儿微笑点头，开口道，看起来像是左军都督府麾下的油田向吴飞燕隐瞒了一部分产量，然后私下里通过盖地家族的渠道把这些隐瞒的原油换成了钱。叶晨点点头，笑道，能干出这种事，必定是吴家的自己人，搞不好就是都督府的最高层。说着，叶晨有些疑惑的喃喃道，五军都督府麾下都掌握着大量的死士驻地，而且应该都是大型工矿企业，人力成本极低，按理说每个都督府的收入规模应该都非常大，搞不好一年上千亿美金，他们作为吴家人，并且是破清会的封疆大吏，吴飞燕想来也不会亏待他们，何必冒险搞这么点钱？林婉儿摇头笑道，哥哥想想看，左军都督府在北美这块富饶地，麾下赚钱的业务肯定很多，单单是页岩油这一项就能抠出1亿美金的外快，要是每个业务都如法炮制，这一年可就是几亿美金，甚至10几亿美金的净收入了，这些可都是不用上税，不用上缴的，可以全部揣进自己口袋里。
破青会虽然掌握大量死士，收入很高，但维持各大都督府以及总部的运营，需要用到的资金量是天文数字，更何况还有数不清的书生家族散落世界各地。为了让他们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接近最上层的社会，破青会需要给他们提供的资金恐怕也是非常巨大的。这么算下来，每年能留给大都督以及他家人的资金想来不会很高。人都有私心，有些人想多弄点钱拿在手里也很正常。